这个老人自称90后，因为他今年已经91岁了，但是他却还像年轻人一样辛勤工作。他就是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，一位被写进教科书的国家功臣。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他的名字，但很多人却不知道名字背后的功绩与故事，是时候了解一下了。截至2014年，袁隆平所研发的中国超级稻第4期亩产量已经达到1000公斤，再次刷新了世界纪录。但袁老还不满足，2018年他推出了中华拓荒人计划，要在寸草不生的盐碱地上推广种植海水稻，并发出多养活1亿人的豪言壮语。要知道，我国盐碱地总面积约15亿亩，其中有约3亿亩拥有改造潜力。哪怕只在其中1亿亩的盐碱地上推广种植海水稻，并按照亩产300公斤保守计算，年产量也将达到300亿公斤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这相当于湖南省全年粮食总产量，足足能多养活8000万人口。而且根据最新实验成果显示，袁老所培育的海水稻平均亩产量已经超过500公斤，最高亩产量更是超过了800公斤。这么算下来，能多养活的又何止是1亿人？毫不夸张地说，在解决粮食危机这件事上，袁老可是封神的级别。但我们大部分时间看到的袁隆平都是电视上正襟危坐的形象。那么你知道生活中的袁老是什么样的吗？这是刚刚做完学术报告的袁老，已经站着超过了30分钟。对一个年逾90的老人来说，实在是有些吃力，要靠人按摩头皮来缓解劳累。有记者凑过来采访，疲惫的袁老婉言拒绝。可听说有小朋友来求合影，袁老却痛快地答应了，立马起身就往屋外走去。工作人员说：“您坐着就行。”但袁老不顾疲惫的身体，执意站起来和小朋友合影，站得比孩子们还挺。看到袁老如此可爱的双标，真的是爱了爱了。不过你可能不会想到，面对孩子如此和蔼的袁老，在家中却也有孩子气的一面，会因为吃不到自己喜欢的食物而发火。有豌豆呢？有豌豆。啊，这是哪个豌豆呢？荷兰豆这是。买豌豆是。据袁老的助理说，这就是袁老的脾气，眼里容不得一点沙子。袁老对待工作也是如此，绝不允许出现任何差错，1就是1，2就是2。我那个电脑都不能出问题，打印机不能出问题，因为它就站在你旁边，你多耽误1秒它都不行。袁老对工作对生活的较真其实不无道理。他说，一个人如果老了，不工作不下棋不唱歌不跳舞，闲下来什么也不做，大脑自然就坏掉了，搞不好就要得老年痴呆。为了保持脑筋的活跃，袁老还有固定的牌搭子，每晚8点准时来1个小时的头脑风暴。拉喽！你能猜到91岁的袁隆平1个季度的津贴是多少钱吗？袁老自己猜是2000块钱，助理很惊讶，说哪有那么少？其实是15000块钱。不少人听到这个数字，肯定会感到十分的意外，因为对堪称国士无双的袁老来说，1个季度15000，平均下来1个月也就5000块钱。和那些光鲜亮丽的娱乐明星动辄成百上千万的出场费比起来，袁老的收入甚至显得有些寒酸。但有专业机构曾如此评估，如果袁老把杂交水稻申请专利，再从增产的部分中提取收益，那么他的资产将会直接超过世界首富。仅仅是袁隆平这3个字的品牌价值就可以高达1008亿人民币。曾经有人开玩笑地说，袁老最起码也该是湖南首富的级别。可袁老却幽默地说，我的确是一名首富，但我不是物质上的首富，而是精神上的首富。物质生活上的享受我并不十分在意。袁老的生活很简单，也很随性，但他面对工作却十分严谨。他会因为报告中的一个细微纰漏和同事反复沟通并修正。不仅如此，袁老对下一代也十分重视，他甚至会花上整整40分钟和刚毕业的孩子逐个合影。对一位工作繁重的9型老人来说，这无疑是对身体的极大负担。疲惫到了极点的袁老大口喝着茶水，左手止不住的颤抖。最后更是要通过吸氧来保证身体的健康运转。袁老的助理很担心，说他原来的身体其实很健康，年轻时更是标准的运动健将，差一点就入选了国家游泳队，还通过了严苛的空军考核，差一点又成为一名飞行员。再看看照片上年轻时的袁老，外表干练，身材精壮，的确称得上是一表人才。可如今的袁老身体状况却不太好，每天都要从事繁重的工作，有时一天得参加3个会议，累到要闭目养神才能勉强
强恢复精力。参加论坛时，面对记者的长枪短炮，元老忍不住的打哈欠，却还是时刻保持微笑。等到自己要上台演讲，他也执意不要旁人搀扶，步伐缓慢但坚定地走上台，面对台下观众谦卑的鞠躬。演讲时思路清晰，逻辑严谨，一点都不像年逾90的高龄老人。回到家后的元老还要坐在书桌前逐字的修改文件内容，因为他明天还要参加一个活动，向领导上交重要申请。助理担心他太累了，身体会经受不住，劝他不要亲自去。可元老十分固执，说他一定要亲自到场。无奈，助理让医生为元老检查身体，保证他的身体不会出岔子。但到了第2天，意外还是发生了。这个躺在病床上的老人就是91岁的袁隆平院士，因为操劳过度，再加上身患旧疾，他病倒了。他有心脏病，有高血压，但他自己就不接受，他一直认为他自己就是个气喘。在经过简单的身体检查后，元老坚持要出院，因为他今天还要参加一个重要的活动，要将材料亲手交给领导。他仔细端详着材料的内容，确认完全无误后，才放心地交给助理去打印。助理担心元老的身体，劝他不要勉强自己，但这仍无法打消元老的念头，因为他现在一心牵挂的只有一生为之奉献的杂交水稻事业。元老说他现在还有3个任务，第一个是高产、更高产、超高产，第2个是海水稻，第3个是第3代杂交水稻。看到年逾90的元老还这么拼，连老外都服了。他说在他自己的国家，总统都不会这么关心老百姓的吃饭问题。That's amazing. 更难能可贵的是，即使是面对如此赞誉，元老也从不居功自傲，而是在每次接受采访时都反复强调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是集体的功劳，是国家的支持，功德无量，但又胸怀若谷，这才是真正的国士无双。2019年9月30日，元老在归家的列车上吃着简单的便当，望着窗外苍茫的一片江景。此时的他就像一位普通的中国老人，但就是这么一个看似平凡的老人，当他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却受到乡亲们的热烈欢迎。他们为元老献上鲜花，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。或许对元老来说，相比于聚光灯前的花团锦簇，这才是对他最大的认可和褒奖。元老说他曾做过一个梦，梦见水稻像高粱那么高，稻穗像扫把那么长，稻粒像花生米那么大。和朋友们走路累了，就到水稻底下乘凉。这些听起来是天方夜谭，但从元老的嘴里说出来，就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。共同盼望这一天的到来。这是系列人物纪录片《时代我》中的一集，短短40分钟，却让我们看到了教科书之外一个有血有肉的袁隆平。在导演冷静客观的镜头下，元老不再是被捧上神坛的神，他也是吃五谷杂粮的人，拥有平凡人所有的喜怒哀乐。他会因为吃不到自己喜欢的食物，像小孩子一样大发脾气，也会在看到可爱的鸭子后童心大起，兴奋地模仿着鸭子的叫声。也正是通过这样一个不同的角度，让元老的形象更为可爱，更为立体，也让我们能更加的了解这个伟大的中华拓荒人。